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。出来回应，给迪丽热巴公开道歉，粉丝怒撕加航，经纪公司责任引发行业拷问。2026年3月6日，一则措辞严厉的声明在社交平台迅速扩散，发布方是迪丽热巴全球后援会，矛头直指其经纪公司嘉行传媒。声明中，粉丝不仅质疑公司在行程规划和安全评估方面的严重失职，还指责其在危机发生后的沉默与迟缓反应，称这种行为消耗艺人安全与信任。消息一出，舆论迅速升温。对于很多关注娱乐圈的人来说，这已经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粉丝维权，而更像是一场关于经济体系、艺人安全与行业责任的公开讨论。被卷入这场风暴中心的人，是中国娱乐圈顶级演员之一迪丽热巴。在粉丝眼中，她不仅是影视剧里的女主角，更是陪伴他们多年成长的公众人物。从出道初期到如今的顶流位置，她与嘉行传媒之间的合作已经持续10余年。也正因为这种长期合作关系，当风波出现时，粉丝的情绪才会显得格外激烈。事情的导火索源于一次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国际行程。2026年2月28日，迪丽热巴启程前往巴黎，准备参加 Dior 2026秋冬大秀。对于时尚圈来说，这类行程早已司空见惯。明星受邀出席高奢品牌时装周，既是品牌营销的一部分，也是艺人时尚影响力的重要展示。过去几年里，迪丽热巴几乎每一次时装周亮相都能引发话题，从机场造型到秀场座位，从品牌互动到媒体曝光，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热搜内容。但这一次，情况却与往常截然不同。当时国际局势并不稳定，中东地区安全形势持续紧张，中国驻外机构也曾发布安全提醒，建议公民尽量避免前往高风险区域。然而，根据粉丝后续整理的信息，嘉行团队仍为迪丽热巴安排了一条经迪拜中转的航线，而团队中的核心工作人员包括经纪人、造型师等，却选择了直飞巴黎。一个直飞，一个中转，这样的行程差异在事件曝光后迅速成为争议焦点。在粉丝看来，这种安排不仅存在安全隐患，也显得缺乏基本的风险评估意识。毕竟对于艺人而言，行程不仅是工作安排，更关系到人身安全。一旦出现突发情况，艺人往往处于最被动的位置。事情的发展也正如担忧那样，迪丽热巴抵达迪拜不久，当地局势突然升级。阿联酋方面一度关闭领空，大量航班停飞，机场出现大面积滞留。她被迫停留在迪拜机场的 T3 航站楼，这一困就是72小时。在此期间，机场区域甚至传出遭遇导弹袭击的消息，局势一度非常紧张。对于任何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来说，这样的经历都不会轻松。然而，在粉丝看来，真正令人不安的并不是突发事件本身，而是公司在事件发生后的反应。社交平台上，大量粉丝开始不断刷新消息，希望得到关于艺人安全的确认。那几天的热搜几乎被战争相关信息占据，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：迪丽热巴到底安不安全？可是，来自公司的回应却迟迟没有出现。直到3月3日，工作室发布了一则简短的声明，宣布迪丽热巴将缺席部分活动。但整份声明语气平淡，没有提及具体情况，也没有解释为何选择经迪拜中转的航线，更没有对艺人安全问题做出明确说明。在粉丝看来，这样的回应显得过于轻描淡写。情绪积累几天之后，终于在3月6日爆发。迪丽热巴全球后援会发布正式维权声明，并提出4项核心诉求：公开道歉、调查追责、停止损害、
法律维权。声明内容措辞相当直接。粉丝认为，嘉行传媒在事件中暴露出3个问题：行程规划缺乏安全意识，信息管理混乱，危机处理能力不足。尤其是在对比一些普通旅客获得公司积极协助返程的案例时，粉丝更觉得艺人团队的应对显得迟缓。随着声明发布，社交平台上迅速出现大量讨论。有人支持粉丝维权，认为经纪公司确实应该承担更多责任；也有人认为外界信息尚不完整，应该等待进一步说明。但无论立场如何，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这件事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粉圈事件，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。在娱乐产业高度商业化的今天，艺人在经济体系中的位置究竟是什么？在很多商业模式里，艺人既是品牌代言人，也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。经纪公司通过规划影视作品、商务合作、品牌活动等方式，让艺人不断扩大影响力。与此同时，公司也从这些活动中获得收益。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关系。从青涩新人到如今的顶级流量，迪丽热巴的成长轨迹几乎与嘉行传媒的发展同步。公司为他提供资源，他也为公司创造商业价值。多年来，这种互相成就的关系在业内被视为成功案例。然而，正因为合作时间足够长，一旦出现问题，矛盾也会显得更加明显。这次迪拜滞留事件就像一面镜子，把平时不容易被看见的裂痕照了出来。在粉丝的逻辑里，艺人不是单纯的商业工具，而是一个真实的人。当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时，再多的商业合作与品牌曝光都显得失去意义。而在行业层面，这场风波也引发了另一种思考。娱乐圈的工作节奏往往非常紧张，跨国行程更是家常便饭。明星可能在一天之内穿越几个国家，参加活动、拍摄广告、出席品牌发布会。如此高频的移动，对团队的安全规划提出了极高要求。如果风险评估不够严谨，一次看似普通的航班选择，可能就会带来巨大不确定性。因此，很多业内人士认为，这次争议的核心并不在于粉丝情绪，而在于经纪行业的专业程度。一个成熟的团队不仅需要规划商业价值，更需要建立完善的安全机制和应急预案。换句话说，商业利益与艺人安全并不是对立关系，而是必须同时存在的两条底线。对于粉丝而言，这次维权行动表面上是为偶像讨说法，但更深层的情绪其实来自一种保护心理。很多粉丝陪伴艺人多年，他们看到的不只是明星光环，还有背后的付出与风险。当他们感觉偶像可能被忽视时，自然会产生强烈反应。在社交媒体上，有网友留言说，粉丝问的其实很简单，如果是你最重要的员工，你会不会让他走这条航线？这句话引发了不少共鸣。当然，风波之后事情会如何发展，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答案。经纪公司是否会进一步回应，是否会进行内部调查，外界都在等待。但无论结果如何，这次事件已经给整个行业敲响了一次警钟。对于经纪公司来说，艺人不仅是商业资源，更是一个真实的人。一个人愿意把最宝贵的年华投入到事业中，信任团队为自己规划未来，那么在关键时刻，团队也应该承担起相应责任。名气、流量、商业合作，这些都是娱乐产业的重要部分。但在所有这些元素之上，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：安全与尊重。也许正如一些网友所说，这场维权风暴真正提出的问题只有一句：在资本与流量的世界里，艺人的命到底值多少钱？而这个问题，或许不仅需要嘉行传媒回答，也需要整个行业一起思考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
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。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